家里现在这是怎么了？自从范先生走后，就接二连三的出状况。你们每个人都深不可测，你们就瞒着我一个人，你们所有人都把我当傻子。不告诉你是为了保护你。实话跟你说，三妹这次带回来的消息，实在是惊天动地。如果传出去，整个江左都要变天了。这么严重？这件事情，你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为好。哦，对了，二弟来信了，一会儿你帮我转交给燕云。怎么让我去啊？我想让你问问他关于老二和老三的事，看看他有什么反应。真没想到，父亲居然可以撬动慕容尘这块铁板。我想，一定许了他不少的好处。所以咱们必须把握这次机会，不能有一丝的懈怠。二公子，那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应对？这封电文一出，无论是天盟会还是李重年，都已经陷入了被动的局面。李重年毕竟和我们相抗多年，不如趁这次机会，一鼓作气，把他打没了。天盟会虽然占了雍南，但是凭他们这点兵力，乱不了多久。不行，这个时候应该放手李重年，全力攻打雍南。少帅，此事不可大意。如果李重年偷袭咱们怎么办？《孙子兵法》第7计：狂也，非狂也，实其所狂也。无中生有，则由狂而真，由虚而实矣。无不可以败敌，而生，则可败敌。我相信手里这封电报的内容，李重年早就看过了。他现在一定会很担心，这慕容尘会不会渡江？战场上瞬息万变，他多一秒犹豫，咱们就多一分胜算。而且李重年生性多疑，咱们撤得越干净，他就越会相信慕容尘会去攻打益州。林芷，传令下去，主力部队连夜撤回，明天一早全力攻打雍南。是。大嫂，来，快进来，坐。看，云溪的信。对啊，谢谢。信上说什么了？二弟还好吗？他说他很好。这信上还有我给他带过去的香水味呢。看来战事应该还不算太紧。你太有心了，也只有你能想出这么巧的法子。那这信上有提三弟吗？三弟？没有啊。三弟怎么了？云溪不是已经去救他了吗？难道三弟……没有没有，你别误会，我就是随口一问。一般这个消息不都是二弟传回来的吗？我想要是没提到，那可能就是没事儿。大嫂，您这是自己问，还是替大哥来问的？大哥是不是觉得云溪有些事情会隐瞒他，只会跟我说，不会跟他说？没有，你想多了。大嫂，你要是自己问，我就当您是真的关心。可是今日我碰见了秦桑，他阴的阳的跟我说了几句，说什么得不到的就要毁掉。你说这什么意思啊？不行，我要找他问清楚，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怀秀啊，上次
你帮老三做了套军服，还记得尺寸吗？记得。现在这料子可能不大够了，给您做一套倒差不多。我的尺寸竟然比老三小。三公子早就比您高出大半个头了，您一点都没发现吗？平时他在身边，总是觉得他只是个小孩儿，没想到他比我还要高。我今日就让人再送一些布来。您是想要给三公子做什么衣服？寿衣。三公子难道已经……恐怕凶多吉少。大帅，您不要担心，三公子一向聪明，运气又好，一定会没事的。连番2次生死劫，不都过来了吗？聪明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要是他生在一个普通人家，他的聪明能保他一世安稳，也许能做出一番事业。我还记得，他小的时候踩到我膝盖，那时候我把所有的严厉都给了老大，把宠爱全都分给了老三。我还经常想起他小时候学我的样子，冲着仆人们发号施令，拿着一把木头枪，骑在下人背上，假装冲锋陷阵。如今他生死未卜，我这个当父亲的，居然不能为他痛哭，而是要先考虑怎么利用他的死，去对付我的敌人。我是不是很没有人情味儿啊？大帅嘴上说的是很冷酷，但你心里还顾念着三公子，又怎么能说是冷漠呢？只怪老三命不好，做了我一级陪的儿子。算了，不跟你说这些，你及早把老三的衣服做出来吧。那三少奶奶的丧服是不是也要备出来？你倒是想得很周到，不过不是准备丧服，直接准备寿衣吧。什么？几天后，看到老三的尸体，悲痛欲绝，吞金自尽。你看清楚了吗？燕云对老三的事情一点都不知情。信上的确没提三弟的事，看燕云着急的样子，也不像是在作假。她是范先生的女儿，她要真想骗你演戏，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？你既然不信我，你干嘛让我去问啊？倩儿，是谁说了些什么吗？没有人说，但是我真的做不好这个事情。你下次不要再叫我去了，好不好？倩儿，是我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
三儿，三儿，二少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秦桑呢？她不在。怎么可能？桑儿，怎么了？你疯了？我看你冻的。小姐发烧了，有药吗？退烧的西药有，赶紧拿去。兰波，朱妈已经去拿药了。你何苦闹这么一出呢？要是兰坡回来，看见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子，你还能指望她高兴啊？我和兰坡之间的事，二嫂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你今天白天跟我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得不到的就要毁掉？你走之后，大嫂又到我这儿来，旁敲侧击了半天。你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啊？还有，父亲为什么要囚禁你？现在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？兰坡，他到底怎么样了？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演得太好啊？罢了，父亲不让我说，我不说。二嫂，我祝你和二哥能稳坐一家这条大船，江左风浪大，小心被掀下去。秦桑，你少跟我打哑谜，你到底知道什么都给我说出来。你不能进去，刚才谁你进来了？不能进去。二少奶奶，这是三少奶奶的卧房，给我出去。二少奶奶，大帅让我看好三少奶奶。他人都变成这样了，你们倒是去开药啊，还不赶紧通报老爷，去请医生。是。潘先生，又进新犯人了。这大牢还够用吗？最近没少进人吧？这里面之前都关着一些重犯，不过一些顽固分子都已经被处决了，还有一些身份比较敏感、地位比较尴尬的人，还在里头关着呢。好，我进去看看。哎，潘先生，你进去可以，但是你得有北极先生的手令。这北极先生可特意嘱咐过，除了他之外，任何人进出这里都必须得有手令。我是雍南之战的指挥官，查看城内建筑、推敲城战方案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这城里大大小小的地方，我都要亲自踏一遍，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不能进的。你想要北极的手书，你自己找他要。潘先生，潘先生，潘先生，前线密电，注明请您亲自一电。
昨晚三妹烧得厉害，士兵怕惊扰了您休息，就汇报到我那儿去了。您放心吧，我已经连夜让大夫给三妹看了病。糊涂！这个时候你怎么能随意让她和外人接触？秦桑治病期间说了什么没有？三妹现在烧得神志不清，连喝药都吞不下去，她还能说什么呢？让医生开些药，赶紧走吧，不要留在这里。本来就想让她得一场病，下不了床，没想到我还没动手，她倒是自己伤感着病了。也好，她自己病了，也省得我心里过意不去。三儿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跟自己较劲呢？你这是真的要去寻死吗？我就是想知道兰破能不能活下来。父亲不愿帮我去找他，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话，我只能靠我自己去试。朱妈，原来掉进湖里那么冷。你不用管我，我正在和兰破遭受一样的痛苦。如果我能扛过去，兰破就一定也能扛过去。他就一定会回来找我。怎么吃了这么多天，菜式一样都不换，天天吃，吃都吃腻了。老爷说的对，也不知道这厨子是怎么做事的。不行，把他换了吧。是我让厨房做的，这些都是三弟最爱吃的菜。我想着这2天，没准他偷偷跑回来了，给咱们个惊喜。三弟这个人啊，最讨厌就是我们不重视他。他要是突然间回来，看咱们一大家子人坐在这儿吃，又那么丰盛，他一定会不开心的。父亲，今天三妹一口饭都没有吃。我给她送过去的东西，她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。我要去看看她，您慢慢吃。老大，这家里连最乖顺的媳妇都给我脸色看了。就是啊，老大，这妻儿现在怎么没大没小的？既然老三喜欢吃，就给老三留着吧。大哥，我想问你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三妹，是胃口不好吗？哎呀，这怎么又烧起来了？早上才好一点，这又烧起来了，怎么办啊？我听说你夜里常常惊悸，吃不好，睡不好。你这状况比从雍南刚回来那会儿看着还差。大嫂，我的情况再差，也不会比兰坡的差吧？我平日里总听说，你们俩互相生对方的气。我听你大哥说，是三弟强行娶你回来，娶回来以后，
又不好好待你。我以前觉得他是个薄情的男人，现在看来你们俩的感情啊，大嫂还真是有点看不懂。何止是大嫂看不懂，我也看不懂。有时候，真希望自己是个傻子，这样就不会心疼，不会后悔，就那么傻傻的过一生，无忧无虑的，像个木头人，也是一种福分。好妹妹，你快别胡思乱想了。你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把身子养好，等三弟回来看到你这样，又闹得鸡飞狗跳了。我知道，他表面上那样，但他心里啊，这最担心的就是你。大嫂，你真的觉得他会回来吗？我以前也担心，但后来我一想，打我嫁过来之后，也算是看着他长大的。我这个弟弟啊，真是没少给咱家惹祸。可是就算是捅了天大的篓子，他也不怕，他就躲出去，谁也不告诉。刚开始啊，我们还有点生气，可是到后来发现人真的不见了，我们就开始自责的时候，你猜他怎么着？他一下子从背后跳出来，吓你一跳。我跟你说，你啊，千万别担心。你在这里着急，不知道他现在躲在哪儿，偷偷的看着你，吃香的喝辣的呢。大嫂说的对吗？大嫂，谢谢你安慰我，在这个家，也就只有你让我安心了。大哥、二哥、二嫂，他们太深了，我害怕他们。好妹妹，别怕，有大嫂在，大嫂保护你。啊！听说程大公子嫌弃我们给你提供的伙食，不敢，只是我身为程府的主人，尚且只有一块烙饼可以吃，不知道客人可以吃什么，心中焦虑，食不下咽而已。还是嫌弃？我自幼生活优越，虽说不上奢靡，但一顿饭一菜一汤还是有的。自从被你梁先生囚禁之后，看我的食物，就知道雍南现在残败成什么样了。早前几日还可以吃到牛排，现在就只有这发硬的烙饼。你们不会是想着烙饼噎死我吧？程大公子，雍南战事吃紧，我们2条补给线都被切断了，一般的肉食根本进不来，更别说程大公子所说的高级牛排了。对不起，程大公子，所以还是希望程大公子能够跟我们的将士同甘共苦，去尝一尝我们普通士兵的伙食。倒也无妨，我倒是从未尝过做阶下囚的滋味。梁先生，我还得多谢你，让程某开眼了。把门打开。是。三少爷果然出手不凡，把我们的弟兄都给打伤了。
不还是被你们给抓回来了吗？您太谦虚了。不过是流亡的日子不好过，您呐，忍冻挨饿耗损了体力罢了。啊，准备的呀不够丰盛，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。来，坐。帮我切一下。好，衣食无忧的大少爷，来，我伺候你。哎，你就从来没有想过让这战火纷飞的日子早点结束吗？这攻进了雍南城、占了状元府的又不是我，哪能说结束就结束啊？只要你弃暗投明，这场战争马上就能结束。何为暗？何为明？执迷不悟为暗，心向理想为明。你们天盟会会要我这样玩世不恭的公子吗？我们天盟会从来不会拒绝所有心向理想的人。三少爷，你来到雍南也有些时间了，我们天盟会的纪律，还有我们的结构，你都是看在眼里的。我呀，倒是向往新世界。不过你看看，你们就是这么跟人谈判的，太没诚意了。这赌桌上还得有个筹码的吧？三少爷，你和秦桑有段时间没见了吧？你们是要将我们夫妻二人赶尽杀绝？这就是你们的诚意？我想您是误会了，我们就是想请二位过来聊一聊。这点呢，秦桑小姐倒是比您通情达理多了。你们的邀请方式还真特别。三少爷，您放心，秦桑小姐她比您温顺多了，所以呢，也享受到了应有的。我要见她。现在恐怕见不到她的话，一切免谈。已经晚了一步了。秦桑已经离开雍南了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这个是来自抚远的报纸，上面有秦桑的照片，你看一看。三少爷，我觉得你对我们天盟会还是有所偏见。我们是要创建新社会的天盟会人，我们是不会用这些卑劣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的。你知道吗？吃牛排啊，非常讲究速度。因为这牛排里面有牛油跟血水，温度一旦降低了之后，就会大大影响牛排的口感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，你就直说。这牛排的选择位置，最好的地方就是牛脊。这块牛排的位置不错，但就是肉质太差了。想必雍南战事紧张，连好的食材都找不到吧？不过多亏你们的厨师身手不凡，用酱汁的鲜香弥补了食材本身的不足。这雍南原先富甲一方，可自从你们占领了此地，连块好的食材都找不到。你说我放着好好的少爷不做，干嘛跟你们趟这趟浑水呀？啊？前几日一直不见你现身，今日你亲自来找我，难道是先生要用到我了吗？再下来，只想问公子一件事情。哦，还有你不知道而我知道的事情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讨价还价了？程公子，你全家人的性命都在我手里，你认为你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？在这个家里，只有我的命最重要。我手握筹码，当然要用到我自己身上。既然程公子连自己的老父亲都顾及不上，看来也很难顾及到别人。我父亲
是商人，我也是。经商者，自有其道。那你想要什么？金钱、地位、名利，还是整个雍南？不，都不是。我是要你们天盟会夺取天下。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？就这么简单。当今天下军阀混战，我们商人可以从中获利，但也可能吃大亏。就这2年战乱，我们程家就有2家工厂被关停，流失的工人更是不计其数。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雍南，但是如果只在雍南办厂，我们这辈子都走不出去。我们程家虽然老派，但是真金白银又岂有新旧之分呢？今日若是你我达成协议，我程允之定会鼎力相助。将来有一日，你们赢得了这场战争，定会鼓励办厂，开放通商。到时候我们程家还怕分不到一杯羹吗？程大公子果然是商业巨贾，有远见，有预谋，有情趣。那梁先生，意下如何呀？既然程大公子给我抛出了橄榄枝，我岂有不接之道理？好，那梁先生，您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了。慕容晨说，他的宝贝儿子慕容峰和你们程家是有婚约的。一派胡言，简直无中生有。慕容晨是怎么趟进这个浑水的？难道他也想来我们雍南分一杯羹？恐怕不是有人来分杯羹，而是有人故意穿针引线，因势利导，随物复行。用来用去还是这招啊！一记赔啊，一记赔。别人都说你老了，不管用了，他们真的是错了。你这脑子真的是不减当年呐！既然这个谣言都已经到了我程家头上，那我就发一封通电，宣布没有这桩婚事。算了，现在这个社会最难澄清的就是悠悠众口了。你现在澄清了，反倒让别人误会是你们程家投靠了我们天盟会，而与慕容家毁约。再说了，有同样的功夫，恐怕雍南早就被别人吃掉了。那依先生之见，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以不变应万变。又冒出一队天盟会的人马，看着阵仗，听着动静，应该是他们的精锐之师。发令下去，机枪营、炮兵营就地布防。少帅，前锋2营已经拖住了幽南城东北角的守军。很好。所谓实则为之，武则攻之，备则分之。若敌，则可战之；若不敌，则可避之。我一连胜啊，偏偏不闪不避，就在这等。传令下去，让炮兵营把这支精锐之师给我拦腰折断，让机枪营就地布防。一旦进入射程，不要给我吝惜子弹。是。潘先生，2连已经全部阵亡，东线和西线都保不住了。快撤，撤到第2道防线。还有，给我抽一队兵马跟我去救人，给撤退争取时间。潘先生，北极已经下了命令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你冒险。
我不冒险的话，会死更多的战士。潘先生，大家分头行事。是。走。停！停！你们是哪里撤下来的士兵？报告，我们是从东线撤下来的，我们实在打不动了。天盟会每个人都认识我，你们见到我连我的名字都报不出来，你们分明就是伏军假扮的。应该是伏军追来了。撤！走。少帅，敌军开始自己分兵了。这是想围魏救赵啊！就算他们绕开了我的机枪营，躲掉了我的炮兵营，那我义连慎的亲兵连就是好对付的。也罢，反正咱们伏军也该补充弹药了。既然这样，就让他们把命和武器装备全部留下。义连慎攻到哪儿了？已经撕破外围防线，距离雍南只有30里了。立刻通知第2层防线，按预定计划侧翼夹击义连慎。来不及了，恐怕此时义连慎已经攻破了你的第2层防线了。那是我指挥失误，拖累了整个南方军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作战课，都是以日本的军队为原型，而现在我们的这支军队，说实话，不如日本军队。我们都是因为军阀意志而统一规划到我们旗下，没有经历过统一训练。而义连慎的部下，他们训练有素，无论从组织还是规划，都整齐划一，甚至连行动的步伐都是一致的。你主动出击，如何挡得过呀？是我对军力和战力都判断失误，仍然是我的责任。现在不是你认错的时候。现在我已经把我军的弱点都说出来了。我们现在的关键是，只能守而不能攻。以你的判断，他们何时能突破我们的第3层防线？第3层防线是善战之时，加上地利，起码能守5天。我可以布下疑兵，扰乱他们的判断。就按3天计算，这也是最坏的打算。3天之后，我军要撤出雍南城，一定要尽力拖住义连慎的军队。义连慎的军队作战能力强，行动起来那也是没有任何的破绽。义连慎把他的手下训练得像是一台杀人机器，机器是没有倦怠的，也不会被干扰。所以义连慎眼中只有雍南城，任何的干扰都无法阻止他前进的步伐。既然无法攻心，那么我们就找到这台庞大机器的弱点。他们的弱点在哪儿？义连慎的部队是炮兵、骑兵和步兵联合作战，那么这支部队行动起来速度肯定不一样，动起来容易脱节。那么我们的第2层防线一旦攻破以后，我们一定要逼着义连慎，让他的部队动起来。一旦动了，他的短板就容易露出来。你来看，这些都是他的关节所在。即使义连慎用兵如臂使指，他也无法改变他的关节。这几处用兵，就可以使他分筋错骨。我倒是也知道义连慎的弱点。哦，梁先生不是已经把他关在雍南大牢里了吗？你见过他？以他做筹码，要挟义连慎退兵，他难道不退吗？
梁先生放着一个事关我军千百人性命的筹码不用，到底在顾虑什么？